明天之前想要探讨人类即将面临的共同的未来 ，AI 可以取代性或者是爱吗？你觉得人类应不应该追求永生？这些题目其实都非常的有争议性。我参与的是有1年多，欧洲、美洲这样，基本上我去年就是绕了地球3圈。有得过奥斯卡奖的纪录片团队，2018年有大半年的时间，我反复的吸收大量的，不管是纪录片、文字资料，完全不同的领域，全英文的访问，也让我重新去面对我对说英文的这个恐惧。从你只能问问题，到后来你还可以跟别人辩论，我也觉得很了不起。I am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roid personal companion. Illusion is the first of all pleasures. 机器人伴侣是不是可能真的在不久的未来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？我去参观他们工厂的时候，真的下巴都会掉下来。哇哦！因为我可能看过很多脸，但我没有看过这么多胸部，也没有看过这么多私处。他们的终极目标当然就是你可以让他像真人一样，他可以走动，他有温度。我只采访过这里面的3个人，我有看到受伤的人，比方说他们可能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上受过挫，也有上了年纪的人会说我已经受够了寻寻觅觅你来我往的，也有想要把这个娃娃带进他的真实生活里面，会带着他出来喝酒啊、吃饭啊，介绍给朋友认识的。Catherine 就是反性爱机器人伦理协会的头，那她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声疾呼反对这件事的人。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物化女性？机器人伴侣会不会加重这样子的偏见？以 Matt McMullen 来讲的话，他设计了这些机器人伴侣，他会认为他在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，有人在里面得到了成长、学习、安慰、陪伴。在我看来，让这2个想法碰撞，其实是很珍贵的。我会觉得这一集我们在探讨的是人的寂寞，什么是性，什么是爱？你如何能够证明爱存在？你怎么能够去说他对娃娃的爱不是真的爱？爱的存在，到底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又代表了什么？ So when people say, how long do I think people are going to live in the future? I say, yeah, most people are going to live at least to 1,000. But actually, 1,000 years is really conservative. 这个大会呢，就是聚集着一群激进生命延续者，他是想要无限延长，达到永生。他们可能是科学家，他们可能是理论家、宗教学家。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领域的人一起坐在里面对谈。这一集的最后，我们去了人体冷冻中心。因为我觉得这一听就是骗人的嘛，什么叫我先帮你冷冻了，然后等到将来有可能有科技，我再把你带回来。可是我去完采访之后，我觉得很值得。其实这一集出乎我意料的点击率高，其中一个氮气的冷藏桶上面贴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，可能她的父母偶尔还会去探望她，想着他们的女儿还在那里，希望未来真的有科技可以把它再带回来。有的时候人类就是需要一点希望才能够活下去。And now I am in Mexico 。我很冒险的提了一个议题，后来曾经后悔不已，但是最后又觉得很值得的，就是我说我们应该要去墨西哥，不管那是毒枭大本营也好，或者是你会看到荷枪实弹的路人也好，两边是不同的黑道。多的城市也叫 Nogales。This spot represents all the people that has go through and had died in the desert with no water, no food, 5 days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. You can die. 当我真的在那个边境跟这些人交谈，最大的感触应该是那背后都是每一个再真实不过的人生堆砌而成的。不管是拿起枪的民兵，跟送水的人道主义，在某程度上是同一种人，他们都是抱持着自己非常强烈的价值观与信念在行事的人。可能这些年
家里逐渐有老人家离开，其实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思考生死的问题。告别权利这一集，我们是在2018年4月开始拍摄的，去了荷兰、伦敦，然后去了爱尔兰。然后在5月的时候，我们突然看到了一个新闻，就是104岁的澳洲生态学家 David Goodall， 他要从澳洲飞到瑞士去走他人生的最后一程。I no longer want to continue life. I am happy to pass to have the chance tomorrow to end it. 但其实他没有致命的病痛，子女成群，也并不孤单。为什么要选择走上这条路？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前一天晚上讨论去，第二天早上买了机票，第二天晚上就飞瑞士了。那个访问绝对是这4集里面对我来说最珍贵的访问之一。Is it a very hard decision for you to make? Well, it was an easy decision for me because life has become so unsatisfactory. And so it's a matter of putting up with my life. 我在问 David Goodall 说，等你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你会最想念什么？他说我不相信死后的世界，何来想念之说？ I shouldn't really ask for tea in Europe.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don't generally know how to make tea. 我事后回想，我说他很像是一对异国的忘年交，喝了一个很悠闲的下午茶，那里面并没有事先张扬的死亡、告别与悲伤。我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赫然发现我跟他的合照成为当天的头条。我事后有问我们的导演，我说为什么媒体们会这么喜欢这张照片？他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，因为你帮这个世界拥抱了他吧。Very special moment for me. Well, thank you. 明天之前最可贵的就是让这些议题跟想法有机会放在一起，让观看的人有机会去想，其实他的投入跟收获不见得会成正比，但是他到底在社会里面，在人们的脑子跟心里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，你真的不知道。在一个事情很容易被量化的社会里面，它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如果有的话，我会非常非常乐意再接受这样的挑战。David 说：“我们在等什么啊？他准备好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，而我为什么要紧抓着我的悲伤不放呢？